各位乐龄养生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志伟。你可能已经感觉到了，最近这空气里弥漫着一股不同寻常的味道，各种政策风声一阵紧过一阵。我今天要跟你聊的这件事，你听完了可能会坐不住，但它确实就悬在咱们每个人、每个家庭的头上。川普 2.0 时代已经不再是选战口号，他带着一套全新的、锋利无比的逻辑卷土重来，而第一刀正正的砍向了咱们这些手持绿卡，在美国生活工作，却还没拿到那本蓝色护照的人。这不是危言耸听，郑志伟今天就把这里面的门道、算计和危险一层一层剥开了给你看。你听到官方怎么说了吗？他们说，美国的财政已经到了悬崖边上，国债像雪球一样滚到了30多万亿，每一天的利息都是天文数字。为了救这个国家，为了保住真正美国公民的福利，比如你邻居老约翰的养老金，玛丽大妈的医保，我们必须做出艰难的决定，必须削减那些非公民享有的福利。这话听起来多么大义凛然，多么有责任感，是不是？简直像是一个精打细算的家长，在家庭开支紧张时，决定先削减一些不必要的开销。但郑志伟要告诉你，这套说辞是一块精心绣制的遮羞布，布下面盖着的不是简单的财政算术，而是一场冷酷的政治清洗，一场针对我们这些永久临时居民的清房客行动。你得先理解美国政治最底层的游戏规则，选票就是一切，谁手里有选票，谁的声音就会被听到，谁的利益就会被优先照顾。我们这些绿卡持有者，我们在这里工作，在这里纳税，在这里养家糊口，贡献一点不比别人少。但是在华盛顿那帮政客的算盘上，我们是一个没有声音的数字，我们没有投票权。这就意味着，当需要找人承担代价，需要削减开支来讨好选民的时候，我们成了最安全、最没有政治风险的目标。这就是川普 2.0 逻辑的核心。你不是自己人，你是租客。现在房东家里经济紧张了，首先要停掉的就是租客的水电和网络。意思很明白，希望你知难而退，自己搬走。这一招在兵法里叫不战而屈人之兵，不用大动干戈就能达到清理门户的目的。但是朋友们，如果故事只到停发福利这一步，那还只能算是阵痛。真正的杀招藏在后面，叫做追溯清算和秋后算账。你别天真的以为从现在开始我不领福利了，以前的事就一笔勾销了，不可能的。在他们新搭建的系统里，过去5年、10年你领取福利的所有记录都被完整的保存着，并且正在被重新审查、分析和标注。他们手里拿着一份名单，名单的依据就是你过去的福利申请。如果你在当初申请绿卡或调整身份时曾签署过那份声明，承诺自己不会成为公共负担，那么后来你去领取的任何政府补助，无论是医疗白卡、住房补贴还是粮食券，都可能被重新定性为违背承诺，进而上升到签证欺诈或移民欺诈的层面。郑志伟给你讲一个就发生在我朋友圈子里的真事，你听听就明白这有多可怕。有一位张先生10几年前通过杰出人才途径拿了绿卡，后来事业有成，把老父亲从国内接来团聚。当时他按照法律要求签署了详尽的经济担保书，保证父亲在美国的一切生活医疗开销由他承担，绝不会占用美国政府的福利资源。老爷子刚来时身体硬朗，相安无事。过了几年，年纪大了，有些慢性病需要定期看医生、吃药。听社区里其他华人老人说，可以申请一种针对低收入老人的医疗补助，很多有绿卡的老人都申请了，也批下来了。张先生一开始有点犹豫，但看到大家都这么做，也就帮父亲申请了。这些年，老爷子靠着这个补助，确实减轻了不少医疗负担。张先生觉得这算是钻了个空子，但法不责众嘛。结果风向一变，移民局顺着福利系统的数据记录就摸上门了。他们没有找老爷子，直接找到了担保人张先生。文件摆在他面前，这是他当年签的担保书，这是他父亲历年使用医疗补助的记录。官员的结论冰冷而直接，担保违约。这意味着张先生不仅要负责偿还老爷子这些年所有使用过的医疗补助费用，还要面临高额罚款。更致命的是，这件事被记录在他的信用和背景里，直接影响到他正在进行的专业执照更新。他奋斗半生建立的事业和信誉，因为这个历史旧账而摇摇欲坠。老爷子后悔莫及，
张先生更是焦头烂额。你看，这就是追溯的威力，他翻的是旧账，毁的可能是你现在和未来的一切。所以，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前这个局面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福利政策调整问题，它是一场残酷的蛋糕分配战争。美国社会这块大蛋糕增长的速度跟不上分蛋糕人的需求了，怎么办？分蛋糕的人首先要做的就是重新划定自己人的圈子。手里有选票的公民是自己人，手里只有绿卡的我们，无论住了多久，在关键时刻都很容易被划到外人的圈子里，然后外人的盘子会被首先端走，这就是冰冷的政治现实。你以为你依法纳税，安分守己就是一份子，在资源紧张的时候，那本蓝色护照才是真正的护身符，绿色的依然意味着临时和可被牺牲。你也许会问，郑志伟，那些政客把我们这些非公民的福利砍掉，省下来的钱去哪了呢？我告诉你，这些钱会变成边境墙上的一块块砖，会变成某个摇摆州的新建公路，会变成取悦特定选民群体的税收减免，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会被转化成政治资本，用于巩固权力和赢得下一次选举。而我们付出的代价，就是家庭的稳定、身份的保障，甚至毕生的积蓄。我们成了这场政治算计里被献祭的代价。这听起来很不公平，但政治从来不是关于公平，而是关于利益和权力的计算。讲到舆论造势，我们就不能不提最近《华尔街日报》那篇被广泛传播的重磅调查。像《华尔街日报》这样的媒体，它是美国建制派和商业精英的风向标。他不会无缘无故的用大量篇幅去深挖福利制度漏洞这种社会议题，他选择在这个时间点抛出这样一篇报道，绝非偶然。文章用看似客观，甚至带着同情底层民众的笔调，详细描绘了福利系统是如何被滥用。有人用虚假地址冒领补贴，有人隐瞒海外资产，却在美国住着廉租房，开着好车，非法移民如何利用漏洞获得比辛勤工作的蓝领还高的补助。如果你只看表面，你会觉得这是在推动社会公平，揭露不公。但郑志伟，请你往深处想一层，这些漏洞存在了不是一天两天了，为什么是现在被如此高调的系统性的揭露出来？这背后的真相是，这篇文章本身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舆论动员，它的目标读者不是我们，而是广大的美国中产阶级和工薪阶层纳税人。他想传递的潜台词是，看，你们辛苦工作交的税，没有变成更好的学校、更平的路，而是被这些人用欺骗的手段偷走了。你们的生活压力大，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这些蛀虫。这是在巧妙的转嫁矛盾。美国的经济和财政问题积重难返，社会怨气需要一个出口。以前可以怪华尔街贪婪，怪跨国公司外包，但这些说辞用老了。现在，一个更直接、更容易激起情绪的目标被树立起来，那就是骗取福利的外来者。通过媒体的渲染，民怨被成功地引导到这个方向。一旦民众的怒火被点燃，形成了必须严打福利欺诈的社会共识，那么接下来政府无论推出多么严苛、多么侵犯隐私的审查手段，比如全面核查全球资产、监控所有银行流水、鼓励邻里举报，都会被视为顺应民意、正义之举，而不会遭到太大的阻力。这就是为接下来的大清洗铺平了道路，赋予了它合法性。我身边就有活生生的例子，一位住在洛杉矶的老李，合法绿卡持有者，因为收入不高，一直合法领取联邦住房与城市发展部的租金援助。他觉得自己完全符合规定，心安理得。然而，自从这类关于福利漏洞的报道密集出现后，他所在的县福利办公室突然加大了审计力度。他们不仅复查他提交的美国本地银行流水，还通过国际税务信息交换的渠道，调取了他是否有海外金融账户的报告。结果发现，他的子女虽然不在美国，但近几年曾多次给他进行过小额跨境转账，名义是家庭赠与。福利局据此认定他未如实申报全部经济来源，不仅立即终止了他的租金补贴，还要求他退还过去几年已领取的款项，并面临是否构成欺诈的调查。他的绿卡更新申请也因此被无限期搁置。老李彻底懵了，他没想到几年前子女给自己赚的几千美金孝心钱竟然会酿成如此大祸。这就是舆论铺垫之后行政刀锋落下的真实案例。而要理解这把刀现在有多快多准，我们就必须深入剖析那个标志性的南博事件。郑志伟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南博事件绝不是一个孤立的执法案例，它是一份宣言书，一次战术演示，清晰地向所有人展示了川普 2.0 时代将如何利用高科技进行精准清除。官方的新闻稿写得轻描淡写，移民局与社安局展开联合行动，在南博地区查处数起福利欺诈案件，数人被逮捕，巨额福利金被追回，有力震慑了犯罪。听起来就像一次成功的普通执法，对不对？但内幕的运作方式会让你倒吸一口凉气。南博事件的核心不是人力搜查，而是大数据合围和生活方式画像。什么叫生活方式画像？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调查人员不再单纯依赖于你申报的收入证明，他们会建立一个关于你的多维数据模型的一层消费数据。你不是声称收入极低，依赖政府救济吗？那好，我调取你的车辆注册和保险记录。系统发现，一位领取 SSI 的独居老人，名下却注册着一辆2023款的宝马 X5， 并且购买的是全额保险。这个数据一长点，立刻就会被标红。第二层，生活能耗数据。他们分析你住所的水、电、煤气账单。一个所谓低收入家庭的能耗，如果长期是社区平均水平的2到3倍，这说明了什么？要么你隐瞒了同住人数，要么你在进行非法分租。这些公用事业数据现在是很容易被合法调取的。第三层也是最致命的一层，金融数据穿透。这是全球税务透明化和美国海外账户税收合规法案的结果。调查人员可以追踪到你的银行账户接收的国际汇款，即使你每次只让家人汇$1000，但每年有10几次，这个模式在算法眼里就异常清晰。你一边在美国申领粮食券，一边又能定期收到来自海外的汇款，这在逻辑链上形成了无法辩驳的矛盾。南博事件中有一对华人老夫妇的案例堪称经典，他们在美国生活了10几年，靠着早年积累的一点微薄储蓄和子女的偶尔接济度日，同时申领了 SSI 和白卡。他们觉得这是自己应得的权益，甚至为了补贴国内孙子的开销，会小心翼翼地把每月省下来的一点补助金通过汇款公司汇回国内，每次金额都不大，$300-500，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2026年的大普查启动后，调查组上门了，工作人员没有大声呵斥，只是平静地打开笔记本电脑，展示出一份详细的图表。上面是他家过去3年所有的银行交易记录，那些汇往中国的款项被高亮标记。先生、太太，调查员说，记录显示你们有持续的国际资金输出能力，这证明你们拥有未申报的经济资源，并不符合领取 SSI 和白卡的资产标准。因此，你们过去10年的领取行为涉嫌欺诈。最终，这对夫妇被裁定必须退还超过$10万的福利金，绿卡被吊销，并被勒令离境。一辈子的美国梦在晚年以这样一种耻辱的方式破碎。更令人心寒的是，他们在国内也因为这段欺诈记录而声名受损，真正成了两头空。南博事件给我们的启示是血淋淋的，在数字时代，试图通过信息不对称来隐瞒资产，无异于掩耳盗铃。你的数字足迹、开的车、用的电、花的每一分钱，都在默默地构建你的财富画像。政府进行这种定点清除效益极高，既能追回大笔资金填充国库，又能塑造铁腕执法，保护纳税人的强硬形象，获取政治资本。而那些仍然沉浸在旧思维里，觉得自己足够聪明，手段足够隐蔽的人，恰恰成了系统里最显眼的肥羊，只等着被收割。我知道，听到这里，很多乐龄养生的朋友心里已经开始七上八下了。你可能会想，郑志伟，我父母的白卡用了好几年了，现在马上停掉行不行？或者我以前报税时把收入做低了一点，顺便申请了点学费补助，这会不会被翻出来？更普遍的想法是，我现在开始洗白，把福利都停掉，是不是就安全了？我必须给你一个残酷而直接的答案，现在的局势要求我们必须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如果你还在为眼前那每月几百、几千美元的福利而犹豫不决，幻想能够蒙混过关，那么最后很可能面临人财两空的绝境。官方新的审计逻辑核心就是既往必究，他们成立的专项小组主要任务不是防止你未来申请，而是系统的挖掘，审查你过去所有的福利领取记录，寻找欺诈证据。你停止领取，只是在系统里产生一条终止记录，但那条可能欺诈的红色警报并不会随之消失，
反而可能因为你的主动停止而显得更加可疑，是不是听到风声了？所以，被动等待和悄悄停止是最危险的做法。郑志伟结合对政策趋势和众多案例的分析，给大家梳理出几条必须立刻行动的保命指南，请务必认真阅读并谨记以下内容。第一，请立即取消所有现金类福利的关联，重点包括 SSI 和 SSDI。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领取，而家庭总资产超过规定限额，或有其他稳定收入来源，请立即联系社会安全局，主动说明情况并办理停发手续。现金福利若与实际情况不符，可能带来严重后果，请务必重视，及时处理。第二，请全面重新评估医疗补助的使用情况，尤其是年长人士使用的长期护理补助，这类项目在事后可能涉及相关费用的追偿安排。这意味着，如果使用该补助支付长期护理费用，后续可能按规处理相关资产。若您的健康情况尚未达到必须依赖长期护理的程度，建议咨询专业保险人员，考虑转为商业长期护理保险或高额医疗保险。即使每月支出略有增加，也建议尽快与医疗补助脱钩，避免后续可能产生的隐患。第三，请及时退出所有政府住房补助项目，尤其是第8类房屋补助。过往事例表明，居住情况是比较容易被核对的环节。若居住在补助房屋，但拥有较高价值的车辆，或经常进行与申报收入不符的消费，容易引起关注。在现行环境下，可能会因此受到核查。请不要为了租金差额而继续参与，建议尽快搬至与自身经济状况相符的住所，这是降低风险的重要一步。第四，如果您已收到福利或移民相关部门的问询信或核查通知，请不要慌乱，更不要提供不实信息或伪造材料。当前信息互通程度较高，不实回应可能加重问题。对方发出信函，通常已掌握部分信息，此时最重要的是尽快寻求专业法律支持。请寻找熟悉移民与福利法规的律师，以及了解跨境税务的会计师，组成专业团队为您提供帮助。他们的工作是协助您进行合规调整，通过全面分析您的资产与过往记录，探讨是否可通过补缴税款、退还部分福利、提交说明材料等方式，将情况从故意不符尽可能转为无心疏漏或申报误差。这个过程可能需要一定的经济投入，但请理解，这是为了维护身份安全而必要的步骤，这笔支出值得重视，不宜节省。第五，请彻底整理并规范个人财务流水，停止一切不必要的小额频繁的国际转账，如确有需要，请确保资金来源清晰，理由合理。请梳理您在全球范围内的资产，做到清晰掌握，考虑进行合法、透明的资产申报与税务规划，让个人财务情况做到清晰合规。虽然可能增加一些税务支出，但这恰恰能为您提供更好的保障。当您不再有任何需要隐瞒的情况时，您就不再是容易被关注的对象。需要提醒的是，这一切的本质是一种制度运行方式。政府通过规范福利发放来控制支出，增加收入，并通过查处违规行为来维护制度权威。作为居民，如果仍抱着获取额外利益的旧有观念，为了少量收益而去挑战日益完善的管理体系，可能得不偿失。您计较的可能是每月节省的少量租金、药费，但涉及的是您全家在美国的身份与未来。这笔账需要慎重权衡。各位关注健康生活的朋友们，在当前这个充满变化的时期，我们真正稀缺的并不是少量的福利金，我们最需要的是一种对世界运行逻辑的深入理解，是一种透过信息看到风险本质的能力。真正的困境不是经济缺乏，而是认知不足，是信息滞后带来的系统性风险。那些人在打听如何更好申请福利、如何安排资产的朋友，并非不够明智，而是他们的认知还停留在过去信息相对不发达、管理相对宽松的阶段。那个阶段已经随着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例彻底结束了。因此，请您务必牢记以下3条原则：福利需谨慎对待，除非您确实符合所有严格条件且资产完全透明，否则请立即彻底地与所有政府福利项目脱离关系，不要为了眼前小利而忽略更重要的长远保障。您的身份与家庭完整远比任何福利都珍贵。信息时代，数据高度互通，近期事例已显示管理体系如何通过数据进行分析，请不要再抱有侥幸心理。您的车辆、住房、消费、汇款等
都在反映您的实际经济状况。从现在起，追求完全合规与透明，这是在当前环境下最有效、最稳妥的做法。清晰合规就是安全，身份是根本，其他皆可权衡。在维护身份与保留财物之间，应始终优先选择前者。如果条件具备，可积极考虑入籍，从根本上改变临时居住的脆弱状态。如果尚未满足条件，请努力做到自立自强，不占用公共资源，做一个合规清晰的居民。当您不再使用任何公共福利时，您就不再是容易被关注的对象，才能真正在变化中稳定立足。我的每一期内容都旨在为大家解读复杂政策，帮助您看清实质。如果您希望在未来时期为家人建立信息的防护，想要在风浪中保持稳定，那么请持续关注乐龄养生平台。您的每一次点赞、订阅与转发，不仅是对我的支持，更是为我们这个华人移民社区积累宝贵的认知资源与预警力量。请在评论区留下清醒2字，或分享您所在地区的最新情况，让我们这个社区成为一个信息共享、共同应对的温暖空间。记住，在风浪中，只顾低头捡拾物品的人最容易遇到危险。抬起头，看清方向，保住最珍贵的根本，才能走向安稳的未来。我是郑志伟，咱们下期再见。